而突然抬起匕首想要杀死眼前的黑龙。正当他要下手时，却意外看到黑龙默默闭上了眼睛。这一下子就让他本不杀戮的心软下来，于是他收下匕首，打算就此离去，可心里又有点过意不去，毕竟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。随后男孩回来，果断将捆住叶煞的绳索给割断，他的这波操作顿时把叶煞给整懵逼了。在小格格割断最后一根绳索的瞬间，叶煞突然猛地跃起，扑向小格格，并且还露出凶狠的眼神。难道他是要把小格格给吃掉吗？下一秒，发泄完愤怒后，叶煞迅速逃离了这里，一路跌跌撞撞的飞走了。晚上，小哥哥回到家，立刻想把此消息告诉父亲，可父亲根本不想听他说的话，而是通知他，维京部落1年1度的屠龙大会就要开始，让他多加准备这次的大会。即便小哥哥想要拒绝，可面对一头顽固的父亲，他也只能默默接受。很快迎来了第二天，许多伙伴都加入了这次的大会，他们都在背后议论文弱的小格格。正好这一幕被小格格听到，可他们不但不害臊，反而要围殴小格格。幸好教练及时来到现场，才阻止了这场闹剧。随后他简单的介绍了屠龙大会的规矩，接着打开关押着葛伦克隆的牢笼。没见过世面的众人顿时乱了阵脚，小格格更是被葛伦克隆追着满场跑，最终还是靠教练过来才化解这场危机。自打此次后，小格格便再也不想屠龙了。训练结束后，他来到了昨天那片森林，穿过了山洞，来到一处深坑，在地上还发现叶煞遗留的龙鳞。他正打算捡起来查看究竟时，后边突然窜出一道巨大的黑影，把小格格给吓到。定睛一看，是叶煞，他似乎是在尝试着逃离这个地方，可不管他怎么起飞，都飞不出去。小格格迅速掏出笔记本，记下关于叶煞的所有东西，可画着画着就感觉有点不对劲，原来是叶煞失去了一边尾翼，难怪他飞不出去呢。他累得瘫倒在地，突然一只小鱼引起他的注意。几天没吃东西的叶煞确实很饿，可奈何抓鱼技术太差，一条也没抓到。小格格原本打算将其记下来，铅笔却不慎掉落，引起了叶煞的注意。这不是昨天那个男孩吗？叶煞看到他，自然反应起戒备的状态。为了弄清关于叶煞的一切，小格威回到家，翻起了关于龙族的书本，里面记着所有恶龙的信息。可当他找到叶煞的信息时，里面竟是一片空白，只有几句忠告。可事实证明，流言蜚语伤龙心。叶煞不仅表现出了一副无害的样子，甚至还被小格格用一条鱼换来了初步的信任。往后的日子，他每天都带一筐鱼来找叶煞，他们的感情也慢慢变好。小格格还给叶煞取了一个名字——无牙仔。晚上，教练带着他们聚集在一旁烧烤。小格格从教官口中得知了一个让他揪心的知识点。无牙仔因他而出去尾翼，于是小格格便打算夜晚加班，为无牙仔制作出一个属于他的钛合金尾翼。作为修科书级别的工匠，他很快就将尾翼制作完成。第二天，小格格早早就带来了一筐鱼来找无牙仔，可当他拿出鳗鱼时，无牙仔却异常害怕，这也让小格格学到了一个知识点。随后，他趁无牙仔在吃鱼时，偷偷将钛合金尾翼装在后面。无牙仔也察觉到了异样，放大了眼睛，似乎要搞坏事的样子。趁小格格不注意，偷偷张开了翅膀，下一秒直接拖着小格格原地起飞。一时间直接把小格格给吓得屁股尿流。正当乌鸦仔飞得爽时，尾翼松懈，瞬间失去平衡，要撞向岩石。小格格迅速拉开了尾翼，这才险些捡回2条人命。他们在空中快乐飞行。看到小格格如此高兴，乌鸦仔便打算搞点坏事情，直接将小格格甩到湖泊中，自己失去平衡也随之掉落。回到部落，他们又进行了屠龙大会。他们这次面对的是一头会喷火的双头龙，场面全部被一股浓浓的白烟所笼罩，强大的威压也随之绽放。众人觉得这次肯定要完了，因为这只双头龙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将他们绊倒。可小格格一点也不害怕，一旁的教练却直接急眼了，生怕小格格被双头龙吃掉。可结局谁想而知，正当双头龙要吃掉他时，却闻到小格格身上有特别的气味，顿时被吓得把头缩回去。他便趁热打铁，把这双头龙驱赶回去。当教练来到现场时，眼前的一幕直接把他给整懵逼了。小格格竟以一人之力把恐怖的双头龙给赶回去，最后还露出了那条藏在衣服里的鳗鱼，这正是龙的克星。一旁的巫师看到默默给小格格加上1分，其他伙伴也被他的这波操作给整懵了。谁会想到，曾经弱不禁风的小格格，今天竟把恐怖如斯的双头龙给赶回去？这一切都来源于乌鸦仔的功劳。他制作了一个新装备给乌鸦仔，首次驾驭的他就意外翻车了。以后的日子里，小格格研究多样的装备，为了能够和乌鸦仔达到默契的伙伴，他们每天都尝试着练习飞行，但同样是意外的横冲直撞，跨过了高大的瀑布，最终失去平衡撞向地面。虽然飞行没有成功，但这也让他得到了龙族对蒲公英敏感的信息。在之后的屠龙大会上，他便将蒲公英派上用场，直接把扑过来的葛伦科龙给呛得一脸委屈，因此他的名气就此大涨。同年人纷纷找他学习这些技巧，还询问他是怎么做到的。可小格格都会以各种理由推脱了。随后来找乌鸦仔，
现在他们的关系很是亲密，仿佛两人就是彼此最好的伙伴，也是最值得信任的人。同时还发现了龙喜欢挠痒痒。当翠丝和巨龙展开近身肉搏时，小哥哥却只是挠了会龙的下巴，就轻松将其打败。翠丝直接被这一幕整懵逼了。他在乌鸦仔身上发现了许多无人知晓的秘密，全部用来对付屠龙大会，因此部落里的翠丝恨上了他。明明处于自己的风头，却全被小格格抢了，这不得不让他心存嫉妒。而小格格完全不知情，只是一味研究着乌鸦仔的飞行，还特意做了笔记。即便他怎么尝试，都以失败告终，但这并不能打败小格格的决心。他的父亲司陀没找到龙巢，也只能无功而返。意外从教练口中得知，小格格竟从和平相处的技巧中打败了恶龙。司陀直接傻眼了。此时的小格格已经成功和乌鸦仔融为一体，在天空中保持平衡飞行。